洽谈业务的酒宴上，我多加了一筷子菜。新来的实习生立刻大声嘲讽：“宇川哥，大家都在洽谈合作细节，你那么着急干什么？又没人跟你抢。我一个实习生都比你知道这次酒宴的重要性，你竟然在啃猪蹄！你这种饭桶怎么配参加这种场合的酒宴？给公司丢人现眼了，行不行？我看你还是赶紧滚出去吧！”女友赵柔皱起眉头看向我：“这道猪蹄你点的，这种场合你怎么能点猪蹄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你就那么馋吗？得罪了客户，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诧异地看向坐在主位的客户：“妈，我啃个猪蹄就得罪你了？”酒过三巡，大家几乎都放下了筷子，开始敲定合作细节。忙了一天没吃饭，又喝了一肚子酒，我的胃有些痉挛，额头渗出冷汗。趁着实习生从背包里拿合作方案的间隙，我加了一只那道从头到尾没人动的乌克兰乳猪猪蹄。刚咬了一口，实习生秦轩立刻大声嘲讽：“宇川哥，大家都在洽谈合作细节，你那么着急干什么？又没人跟你抢。”瞬间，席间所有人的目光全都聚焦在我和秦轩身上。秦轩见吸引到所有人的注意力，立刻得意又愤怒地斥责我：“我一个实习生都比你知道这次酒宴的重要性，你竟然在啃猪蹄！你这种饭桶怎么配参加这种场合的酒宴？别给公司丢人现眼了，行不行？我看你还是赶紧滚出去吧！”原本这种级别的酒宴，秦轩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机会参加的。在来之前，女友赵柔面色平静地开口：“秦轩虽然是实习生，但他工作能力出众，这次便让他跟着一起吧。”赵柔都发话了，我便没说什么，只是没想到秦轩竟然当着客户的面说这种话，我看他真是昏了头了。我看向赵柔，既然人是他带来的，那他就有责任管理好秦轩。可没想到赵柔眉头皱得像能夹死一只苍蝇似的看向我：“这道猪蹄你点的，这种场合你怎么能点猪蹄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你就那么馋吗？得罪了客户，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秦轩见赵柔为他撑腰，瞬间底气十足，宇川哥，冲我扬了扬下巴：“还不走？你非要惹赵总生气吗？这么多客户在这看着呢，你可别怪我不给你面子。谁让你管不住自己的嘴？”我慢条斯理咽下口中的猪蹄，这才抬眼看他。在座的都是公司高层，你一个实习生有什么资格？秦轩瞬间红了眼圈，委屈巴巴地看向赵柔。赵柔立刻扭身喊服务员：“把猪蹄撤走，没人吃这种恶心东西。”说完又隐晦地瞪了我一眼，算是警告。我根本不惧他，反手拦住服务员：“慢着，就放这里，我吃。”赵柔黑了脸：“别忘了这是什么场合，你非要跟我作对。”我轻笑：“你既然知道，还让一个实习生在这给我摆脸色，真是上不得台。”刚刚赵柔说我的话，此刻被我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他脸色越发难看，抬眼看了看进退两难的服务员，粗声粗气地开口：“行了行了，他要吃就放这儿吧。”服务员这才松了口气，快步走出去。可没想到秦轩却不依不饶起来，他端起酒杯，倏地站起身，霎时间，整个酒宴上的人的目光全都聚焦在他身上。秦轩朝着坐在主位上的客户恭恭敬敬地举起酒：“真是不好意思，我也没想到我们公司的经理竟然会在这种场合点猪蹄。像您这种身份的人，恐怕光是看见就让您跌了身份。”秦轩叹了口气：“可惜我就是个实习生，没什么话语权。我在这儿给您赔不是了，您千万别因为这个怪罪我们公司啊！”说罢，他也不等周总的回答，对着酒杯一饮而尽。我简直都被他逗笑了。这种场合，你一个实习生有什么资格替我赔不是？秦轩酒杯还没放下，闻言他又倒了满满一杯酒朝我举起来：“宇川哥，我也是为了公司好，万一因为你导致公司损失这么一大笔订单，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他话锋一转，委屈起来：“我不能置公司的利益于不顾啊！宇川哥，你千万别介意，我敬你一杯。”说完又是一饮而尽。我静静地看着他，不明白他葫芦里究竟要卖什么药。赵柔见我无动于衷，冷下脸：“宇川，阿轩已经给你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你没看周总的脸色那么难看吗？肯定是因为你点的这道猪蹄恶心到他了。你非要拿整个公司的前途开玩笑吗？还不赶快把猪蹄扔出去！”我的目光也顺着看向坐在主位的周总，他确实难掩怒气地看向这边。只不过我知道，让他气的并不是我。我懒得搭理赵柔。这道乌克兰乳猪猪蹄不错，服务员，每人再上一份。我笑着看向周总：“周总，不如你也尝尝这道菜，绝对不会让您失望。”周总爽朗地笑：“你们年轻人吃吧，我吃不惯。”我再劝。您都没吃过，怎么知道吃不惯？话音刚落，坐在一旁的赵柔猛地砸了下桌子，愤怒地看向我：“够了，邵宇川，你不过一个小小的项目部经理而已，你以为你凭什么坐在这里？要不是我，你连见到周总的资格都没有。可你倒好，不知道感恩就算了，还在这种时候非要逼着周总吃这种恶心的东西。你现在立刻给我滚出去！”秦轩一听，立刻站起身走过来，拽着我的胳膊把我往外拉：“宇川哥，你非要闹得大家都不愉快吗？趁着周总还没发火，你赶紧走，这里有我和赵总就行了。”我脸色猛地一沉，把筷子用力摔在桌子上。老虎不发威，真当我是病猫了？我反手用力甩开秦轩的手，见他还想过来跟我拉拉扯扯，我顿时什么脸面都顾不上了，直接抡圆了胳膊一巴掌扇在他脸上。啪的一声，整个酒宴顿时寂静无声。进入公司这几年，我凭借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走到项目部经理的职位，现在可倒好，随随便便一个实习生都能踩在我头上作威作福。秦轩整个人猛地跌倒在地，撞翻了一桌子菜。赵柔脸色阴沉，上前心疼地扶起秦轩，把他搂在怀中。秦轩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一般，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不停地掉落。周总，我没事，你快放开我，别让那么多客户看了笑话。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想着客户？你怎么那么傻呀？他愤怒地抬眼看向我。你要是能有齐轩一半为公司着想，也不至于会变成这样。赶紧跟齐轩道歉，然后滚出去！我诧异地看向他，和周氏集团的合作是我谈下来的，我凭什么出去？赵柔仿佛能听到我的心声似的，越发愤怒。不过谈下来一笔订单而已，
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实话告诉你，周氏集团之所以跟我们公司合作，是看中了我们公司的实力。这笔订单换成谁都能成功，你不过是沾了公司的光而已。看着赵柔愤怒到极点的模样，我突然像是不认识她了一般。她以前从来不会对我发火，可自从秦轩这个实习生来了以后，她就像变了个人，处处维护她。我压下满心的苦涩，跟她对视。如果我不呢？她却猛地移开了视线。宇川，这次你真的太过分了。阿轩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好，让你出去也是怕你在这里打扰了周总吃饭的兴致。你能不能别再闹了？其实有件事我一直忍着没说，可现在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赵总，今天来酒会的时候，我看见宇川哥是从周总的车上下来的，周总还拍了拍宇川哥的头，两个人特别亲密。赵柔顿时诧异地看向我，恍然大悟。怪不得你一副不怕周总生气的模样，原来你早就背着我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了。邵宇川，为了业绩竟然连脸都不要了，周总的年纪都能当你妈了，你知道吗？怪不得宇川哥总能拿下那些别人都拿不下来的订单，看来这种事儿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赵柔越听越气，胸膛剧烈起伏，恨不得立刻把我生吞活剥了的模样。周总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忽然起身走过来，脸色严肃。小赵，你们胡说八道什么呢？宇川，周总，我知道肯定是宇川哥勾引您的，毕竟您可是宠夫狂魔，要不是宇川哥这么不要脸，你也不会做错事儿。您放心吧，这件事儿我们不会说出去的。我盯着一言不发的赵柔，心彻底凉了。赵柔，你现在是什么意思？难道在你心里我就这么不堪？就在这时，服务员端着盘子过来，赵柔看着服务员手中的猪蹄，怒火彻底被点燃，他一把抢过盘子朝我砸过来。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吃？我躲避不及，差点被砸到。周总连忙上前一步，替我挡住。猪蹄黏腻的汤汁顺着周总的高级西装上缓慢滑下来，留下油渍。周总下意识皱了皱眉头。邵宇川，你疯了吗？周总不喜欢猪蹄，你还故意躲开，让这种恶心的东西砸到周总身上，你非要把合作搅黄了，你才开心是吗？周总，您千万别介意，从现在起，邵宇川已经被公司开除了，他所做的任何事都不能代表公司。像猪蹄这种东西，以后我不会让他再出现在餐桌上了。我错愕地看向他，我没想到他竟然会因为这种事开除我。我劝你好自为之，你要是继续做这种不要脸的勾当，别怪我在业内封杀你。我还没急，秦轩先急了。这种时候你就别犟了，赶紧跟大家道歉吧。我缓慢的一字一顿的开口反问他。我道什么歉？当然是你勾引周总才拿下订单的事儿啊！还有你明知道周总不喜欢吃猪蹄，还故意把周总的衣服弄脏，还真不知道你是何居心。虽然周总一时上手被你欺骗，可这么多人在这儿，你让周总的脸面往哪儿放？要是因为你得罪了周总，损失了订单，公司上上下下几百人的努力全都付之东流，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赵柔闻言也点了点头。虽然我要开除你，但你以公司销售部经理的名义勾引又得罪周总，我不能让公司其他人替你背锅。你在这好好跟周总道歉说清楚，只要周总肯原谅你，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我不追究你的责任。但要是周总不原谅你，赵柔的声音沉了下去。你可别怪我不讲情面。周总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秦轩小人得志的开口道：“宇川哥，你没看见周总已经很生气了吗？还愣着干什么？”说着，他悄悄凑近我。你啃猪蹄勾引周总，又弄脏周总衣服，周总就算再喜欢你，让他丢那么大的脸，我倒要看看他会不会原谅你。今天发生的一桩桩，一件件事，全都在我的意料之外。我原本不想说的，可我现在实在忍不住了。我诧异的看向旁边的周总。我啃个猪蹄就得罪你了？妈，我从你车上下来就是勾引你了。妈，我弄脏你的衣服，你就不原谅我了？住嘴！周总也是你能勾引的。此话一出，整个包房又静了下来，就连那些刚刚没开口、一直坐在一旁看热闹的公司同事和周氏集团的员工的精神都为之震了一震。赵柔好像刚回过神来，震惊的瞠目结舌。周总是你妈妈？我点点头，还没来得及开口，秦轩狐疑的眼神在我和我妈身上打量了一番。宇川哥，你开什么玩笑？周氏集团是周总的周，你姓邵，她怎么可能是你妈妈呢？我看是你认的干妈才对吧？赵柔鄙夷的看着我。邵宇川，你认别的女人为干妈，有没有想过你自己亲生母亲知道后会是什么感受？我真没想到你竟然会为了订单做到这种地步，你真让我恶心！我妈见这两人没完没了的诋毁我，心下怒气横生，沉着声音道：“宇川确实是我儿子。”周总，邵宇川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你千万别为了他犯傻呀！我妈不耐烦的看了他一眼，像秦轩这种身份的人，平时根本没资格接触到我妈，他竟然还敢在我妈面前大放厥词，看来是嫌自己的日子过得太好。我妈良好的修养导致他说不出什么难听的话，于是我开口：“既然我被公司开除了，那两家公司之间的合作也没有必要了。”妈，取消订单吧。我妈点点头，好，听你的。我妈之所以会答应的那么爽快，也是因为当初谈合作的时候，我所在的公司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优势，跟别家更成熟的公司相比来说，利润点不够大，交货日期也要推迟，商人逐利。但奈何我这个做儿子的想帮赵柔在公司站稳脚跟，有更多话语权，这才舍了脸皮，对着我妈求了又求，我妈才同意合作的。只是没想到合同还没签，就在酒宴上闹出那么大的事来。现在想想，我当时信誓旦旦的向我妈保证，赵柔能力强，说不定以后会比她更成功的话像个笑话。我妈扭过头跟同行的员工开口：“听见了，把周氏集团取消跟他们公司合作的消息放出去。”员工点头应是。赵柔慌了，连忙上前制止：“周总，周总，怎么能取消合作呢？咱们有话好好说。”说着，他又过来拉着我的手，真情实感的跟我道歉：“宇川，对不起，刚刚是我误会你了，你千万别生气，
你赶紧跟阿姨说别取消合作行不行？这次周氏集团的订单拿不下来，我怎么跟董事长交代？我相信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不会忍心看我被董事长怪罪的对吗？我微微勾起唇角，现在知道错了，晚了。我刚要开口拒绝他，秦轩眼睛一转又凑了过来。邵宇川，你别得意，都这种时候了，还想骗赵总？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啊？赵柔脸色一沉，一巴掌甩到秦轩脸上。秦轩，宇川再怎么说也是项目部经理，你怎么跟他说话呢？这里没有你的事了，赶紧出去。秦轩捂着脸委屈地看向赵柔，赵总，你怎么能为了这个骗子打我？邵宇川绝对不会是周总的儿子，他就是个大骗子。赵柔见他说的言之凿凿，也不禁有些疑惑。你要是没有证据，就滚出去，别连累公司。秦轩连忙大叫一声，我有证据，因为我认识真正的周总儿子。邵宇川根本就是个冒牌货。赵柔停下动作看向我，我却没有丝毫想要解释的意思，好整以暇地抱着双臂想听听秦轩怎么说。秦轩得意起来，周总，我刚刚已经给周家大少爷打过电话了，他一会儿就到。我突然好奇起来，我是我爸妈的独生子，难道我妈背着我和我爸在外面还有其他儿子？我下意识地看向我妈，却发现我妈也皱着眉头，一脸疑惑。这下我更好奇秦轩口中的周家大少爷是谁了。对了，周总爱人也会一起过来，你就等着你的谎言被拆穿吧。哼，到时候周总爱人发话，周总肯定不会再取消订单了。他继续道，我这回是真急了，你怎么能叫我爸来呢？我爸最近本就身体不好，一直在家养身体。虽然不知道秦轩用了什么方法让我爸过来，但是一想到我爸因为这种破事来回奔波，我是彻底生气了。可秦轩却以为我怕了，他不屑地看了我一眼。邵宇川，还装呢？周总爱人怎么会是你爸？要不是你非蛊惑的周总取消合作，我原本还想要放你一条生路的。可惜。正说着，包厢的门被人猛地从外面推开，秦轩扭过头，然后惊喜喊道：野哥，你终于来了。我也抬头看去，在看到来人的那一刻，我愣住了，因为这个人我也认识，他是我们家保姆的儿子，少爷。秦轩恭恭敬敬上前，野哥，幸好你来了，不然总有人不要脸的顶着你的名头招摇撞骗，还勾引周总。少爷在看到包房里的人时，整个人愣在原地。很快，我爸从少爷身后走出来，小野，你说有人勾引我们家老周，是谁啊？很快我爸的视线落在我身上，他惊讶的开口，宇川，你怎么和你妈在一起呢？很快我爸就反应过来，我差点忘了，你们今天谈合作呢。小野，你带我来这干什么？少爷的脸色很难看，他几乎是咬着牙才问出口。秦轩，你说勾引我妈？不，勾引周总的人该不会是他吧？他的手指向我。秦轩点点头，对啊，野哥，这到底是什么情况？难道邵宇川是你爸的私生子？我笑了，挑了挑眉，走到少爷面前，居高临下的开口问道，少爷，你什么时候成为周家大少爷了？少爷瞬间白了脸，连忙挣脱开秦轩的胳膊，跟他划清界限。大少爷，误会，是秦轩误会了，我就是周家保姆的儿子而已，您才是周家大少爷。我爸这时候也才反应过来，一向好脾气的我爸此刻也难得黑了脸，质问道，少爷，你跟我说什么有男人勾引老周，就是跑过来诬陷我儿子的事吗？还有，我是看你妈一个人带你不容易，这才让你住进周家，你竟然在外面假扮周家大少爷。少爷的脸色惨白，额头渗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他哆嗦着开口，少总，我错了，这件事跟我妈没关系，您千万别怪我妈，都是我的错。秦轩更是震惊的无以复加，小野，你是周家保姆的儿子，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啊？还骗我说是周家大少爷，活该你妈只能当个臭保姆。他连忙扭过头向着脸色难看的赵柔解释，赵总，我也是被人骗了才误会了宇川哥，真是可笑，刚刚还一口一个邵宇川叫着，现在又变成宇川哥了。赵柔根本顾不上理他，而是快步走到我面前，宇川，我刚刚根本就没相信他的话，我知道你不会骗我的，你帮我跟叔叔阿姨求个情，我们继续合作好不好？我用力甩开他的手，不好，你算什么东西？我凭什么替你求情？如果他真的相信我，刚才就不会任由秦轩一次又一次的诋毁我了。现在向我低头，也只不过怕原本板上钉钉的合作，却因为他的原因取消，导致他在公司的地位一落千丈而已。赵柔红了眼，不停地向我解释，我却懒得听他废话，上前揽住我爸的肩膀，爸，你放心吧，我妈爱你如命，怎么可能会做对不起你的事？你身体不好，赶紧回家休息吧。我拉着我爸准备离开，少爷惨白着一张脸跟在后面，我冷眼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就算要让他受到惩罚，也不该在这种场合，有些话还是回家说得好。另一边，我妈公司的员工已经把取消合作的消息公布了出来，赵柔的手机顿时像催命符一样响起来。如果是以前，我看见她这副着急可怜的样子，一定会心疼的立刻帮她想办法。可现在，这一切都跟我没关系了，我更无心听她电话里说了什么。可谁知就在我要离开的时候，赵柔挂了电话，突然冲过来，拽着我的裤腿，不要脸面的跪在地上，哭着求我：宇川，别走，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董事长得知周氏取消合作的消息，劈头盖脸的骂了我一通，他给我下了最后通牒，要是没办法把订单拿回来，就让我滚出公司。算我求你了，帮帮我好不好？反正周总是你妈妈，合不合作就是你一句话的事。赵柔眼睛红得仿佛要滴出血来，声音里掺杂着浓浓的后悔。他又急又快地继续道：你不是一直想和我结婚吗？我答应你，只要这笔订单顺利完成，我们就结婚好不好？看着他赤红的双眼，我心下一动。在今天之前，我一直觉得我和赵柔的感情是很稳定的，所以也曾有意无意的在她面前提起结婚的事。可每次我刚开了个头，总会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打断。我以为赵柔是只是害羞，根本没想那么多。可现在看来，她分明一切都懂，却一直在我面前装傻充愣。想到这里，我更觉得恶心。我用力踢开她，像踢开一条死狗一样，嫌弃的冷笑：赵柔，凭你也配跟我结婚？不过跟你玩玩罢了，你还真当真了？赵柔猛地抬起头，不可置信地看向我，不停地摇头：不，宇川，你一定是在骗我，对不对？说罢，她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倏地从地上爬起来，一把拽住秦轩的头发，
都怪你，都是你的错。要不是你处处针对宇川，周总也不会取消跟公司的合作。你这个贱人，你就这么见不得别人好是吧？他毫不留情的一手抓着秦轩的脖子，一手成掌状朝着秦轩的脸上扇去，左右开弓。秦轩被他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只得不停的求饶。可赵柔仿佛没听见似的，用力发泄着心中的怒火，仿佛这样就可以让我消气挽回订单。直到秦轩见求饶无果后，开始破口大骂：赵柔，还不是你勾引我在先，你活该！明明是你自己也从心里就不相信邵宇川，借着我的口敲打他，结果现在踢到铁板了，你又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我头上。你这个废物，窝囊废！秦轩越骂，赵柔就越生气。你还有脸说？要不是你一直造谣，我怎么可能相信你的鬼话？看着他们两个人狗咬狗的模样，我摇了摇头。你们俩还真是一个蠢一个坏，半斤对8两，有什么资格说别人呢？突然，包房的门又被人推开，这一回进来的是几名警察。我有些诧异，不过很快反应过来，刚刚我好像确实听见了服务员劝阻的声音，只是谁都没有听他的就是了。想来是他见劝说没有用，这才报了警，由警察来处理。警察还没开口，仅仅是站在门口，眼神严肃正气的扫了一圈。赵柔瞬间放开了秦轩，解释：警察同志，你们别误会，我们是在闹着玩呢。警察的眼神落在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秦轩身上，沉着声音问道：闹着玩能把人打成这样？秦轩一得到自由，连忙跑到警察身后，委屈巴巴的开口：我才没有跟他闹着玩，是他单方面殴打我，我要告他，我要让他坐牢。赵柔脸色一变，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别忘了是谁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帮了你一把，你难道要恩将仇报？秦轩一改之前对着赵柔撒娇卖乖的样子，朝着他呸了一声：你不就是资助我读了大学吗？有什么了不起的？难道你资助我，我就要任你摆布吗？赵柔愤怒的怒吼一声：你这个贱人，我打死你！这种情况下，我却不合时宜的顺着秦轩的话想起了我刚和赵柔在一起的时候。那时候他在公司已经是个小主管了，工资并不低，我也从来没收到过他的任何贵重礼物，可偏偏他每个月钱都不够花，紧紧巴巴的生活让他整个人都带着一种局促感。我心疼他，便每个月变着法的帮他，请他吃饭，送他礼物，还要照顾他可怜的自尊心。后来更是直接进了他所在的公司，利用我爸妈的人脉资源帮他拉业务拉订单，这才让他短短3年时间就晋升为公司的副总。可现在秦轩的话却犹如当头棒喝一般，让我整个晕头转向。原来那些他难熬的日子都是因为他在资助秦轩，他把钱都给了秦轩。那我呢？我算什么？我不禁觉得自己这几年为了赵柔放弃自己周氏大少爷的名头，反而去其他公司帮赵柔的行为十分可笑。我摇了摇头，回过神，看见秦轩正拽住警察的胳膊，着急的开口：警察叔叔，你看见了吗？当着你们的面他都敢打我，你们快把他抓起来啊！警察反手撸下他的手，正了正神色，别拉拉扯扯的。赵柔十分激动的上前想要把秦轩拽过来，下一秒猛地被警察按在地上，一动不动。他像个泼妇，凭什么抓我？放开我！要不是他找事，合同签好了，董事长也不会开除我。警察可没工夫听他废话，在警告他安静无果后，果断把他的手反折在背后，准备把他带走。我见这里没有什么事了，带着我爸先离开了，毕竟这里有那么多人在，也不是非要我去录口供。回到家后，我爸先是雷厉风行的叫来了在我家工作了大半辈子的保姆阿姨。保姆阿姨得知少爷的所作所为后，当即毫不留情的甩了他几巴掌，然后跪在地上求我爸再给他一次机会。我爸终究是心软，念着这么多年的情分，还是把保姆阿姨留在家里继续工作。只不过少爷是不能继续在我家住下去了。少爷为了赔罪，主动说出了秦轩的好几个秘密，希望得到我的原谅。我这才从他口中得知，秦轩早就跟赵柔勾搭在一起。可他又觉得赵柔仅仅公司副总的职位还不够让他专一，于是他又同时跟好几个有钱有势的几乎能当他妈的老女人在一起，堪称新一代时间管理大师。我忽然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下来了。不过我也只允许自己有这么一瞬间的难过和心软，毕竟赵柔这种人渣实在不配让我费心神。我正想上楼休息，手机蓦然震动起来，是公司董事长的电话。赵柔都进警局了，这种时候董事长给我打电话做什么？虽然疑惑，我还是按下了接听键。邵经理，和周氏的合作推进到哪一步了？既然你是周总的公子，以后和周氏的合作就全权交给你来跟进吧。我很看好你啊，继续努力。我刚想开口，突然一顿，董事长分明已经得知周氏已经取消合作的事，我相信他肯定也会从酒宴上的其他人口中得知赵柔已经被警察带走。那么他现在给我打这通电话，很明显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想借着我轻轻松松拿下和周氏的订单，却连一点实质性的好处都不愿意给我。我勾起唇角，还真是个老狐狸。不过不好意思，我不能如他所愿了。我开口道：不好意思，董事长，刚刚赵总已经把我开除了，我很快会提交离职申请，部门的事我会交接好的，以后公司的事就跟我没关系了。董事长还想开口，我却不给他机会。笑话，我周氏大少爷还缺你这一份工作不成？挂了电话，董事长没有再打来，想来他也很清楚。不过我想，恐怕他的气也只能撒在即将出警局的赵柔身上。离职手续办得异常顺利，甚至可以说得上是一路绿灯。前一天我刚在微信上给董事长发了离职申请，第二天一早到公司，行政部就把所有手续都准备好了，连交接流程都简化到了极致。整个项目部的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从前那些碍于赵柔的面子，对我不冷不热的同事，如今一个个凑上前来，一口一个邵总叫着，端茶倒水的殷勤模样，看得我只觉得可笑。就连那个老谋深算的董事长都亲自从办公室里迎了出来，拉着我的手笑得满脸褶子，一口一个闲职，说什么年轻人有脾气是应该的，离职的事大可不必，公司副总的位置一直给你留着。我抽回手，脸上挂着客套又疏离的笑，只淡淡说了一句：不必了，赵总已经当众把我开除了，我邵宇川还没厚着脸皮赖着不走的道理。董事长的脸色瞬间僵住，眼里满是懊悔。
恨不得当场把赵柔拉过来给我赔罪。我懒得看他这副见风使舵的模样，签完字，收拾好自己办公桌上寥寥无几的东西，转身就走。走出公司大楼的那一刻，阳光洒在我身上，暖融融的。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只觉得压在心头3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这3年，为了照顾赵柔那点可怜的自尊心，我隐藏起周氏集团唯一继承人的身份，屈身在这家小小的公司，从一个普通业务员做起，一步一步爬到项目部经理的位置。我手里的每一个订单，都是靠着我爸妈的人脉，靠着我自己熬了无数个通宵做的方案拿下来的。可最后所有的功劳都成了赵柔管理有方，成了他往上爬的垫脚石。我替他挡酒，喝到胃出血躺在医院，他只在电话里不耐烦地问了一句订单有没有敲定。我攒了3个月的工资，给他买了他心心念念的限量款包包，他转头就送给了秦轩，还笑着说一个实习生而已，给他点甜头，他才更愿意干活。就连这次和周氏的合作，也是我放下身段，在家磨了我妈整整3天，求着他把这个项目给了这家毫无优势的小公司，只为了让赵柔在公司里站稳脚跟，有更多的话语权。现在回头看，我这3年的所作所为，像个彻头彻尾的傻子。回到周家别墅，我妈周明兰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财经新闻，见我回来，立刻放下平板起身，上下打量了我一圈，见我神色轻松，没有半分难过的样子，才松了口气，笑着说离职了，正好省得在那小破公司里受委屈。回家来，你想做什么，妈都支持你。我爸也从书房里走出来，手里端着一杯热茶递给我，温和地说，男子汉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一段不值得的感情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接过热茶，暖意顺着指尖蔓延到心底。这世上真心实意对我好，不求回报的，永远只有我的家人。而我之前却为了一个虚情假意的女人，一次次让他们失望，甚至为了帮赵柔拿项目，不惜去求我妈。现在想想，真是愧疚的很。爸妈，让你们担心了。我坐下，喝了一口茶，轻声说，我没事，就是觉得以前挺傻的，以后不会了。傻小子，说什么呢？我妈笑着拍了拍我的手背，谁年轻的时候没遇到过几个人渣？过去了就过去了。妈给你转了100万零花钱，你出去旅游散散心，想去哪就去哪，玩够了再回来。到时候想进周氏，想自己创业，都随你。话音刚落，我的手机就震了一下，银行到账的短信弹了出来，整整100万，一分不少。我笑着摇了摇头，没拒绝。我知道这是我妈心疼我，想让我好好放松一下。接下来的几天，我彻底闲了下来，每天在家看看书，钓钓鱼。张妈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各种口味的猪蹄，烤的、卤的、炖的、酱的，每一种都做得软烂入味，香得人直流口水。我爸笑着说，我们家宇川别的不爱，就好这一口猪蹄。以前为了陪赵柔参加那些所谓的高端酒宴，连口爱吃的都不敢吃，现在可算能吃个痛快了。我啃着手里的卤猪蹄，嘴里塞得满满的，含糊不清地说，还是家里的猪蹄香，外面那些山珍海味都比不上。也是，以前总觉得爱一个人就要迁就他，就要为了他收敛自己的喜好，就要活成他想要的样子。可到最后才发现，真正值得的人，从来不会让你委屈自己，去迎合他的喜好。在家歇了1周，我终于定了去三亚的行程。我没让家里人陪着，就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待一段时间，看看海，吹吹风，把过去3年那些糟心的人和事彻底丢在海里。出发这天，天刚蒙蒙亮，江城的清晨带着一点微凉的风，空气里满是草木的清香。司机早就把车停在了别墅门口，后备箱也收拾好了，我只拎了一个登机箱，里面装了几件换洗衣物，轻装上阵。张妈早早起来，给我装了一大袋真空包装的烤猪蹄，笑着说，少爷，路上吃，到了三亚要是吃不惯那边的东西，就给家里打电话，我给你寄过去。我接过袋子，心里暖烘烘的，笑着应了下来。和张妈道了别，又跟早起的爸妈打了声招呼，这才拎着行李箱转身走出了别墅大门。可我刚推开雕花的铁艺大门，脚步就猛地顿住了。别墅门口的大理石台阶上正坐着一个人，是赵柔。清晨的风带着凉意，吹乱了她的头发，曾经打理的一丝不苟的长发，如今乱糟糟的披散着，像一盆干枯的杂草，遮住了大半张脸。她身上穿的还是我上次在合作宴上见她穿的那套职业套装，只是如今皱巴巴的，沾满了灰尘，领口也歪了，哪里还有半分当初那个意气风发、高高在上的赵总的样子。他就那么蜷缩在台阶上，背靠着冰冷的大门，整个人缩成小小的一团，颓废又狼狈。地上散落着几个空了的矿泉水瓶，还有明显的烟蒂，看得出来他在这里坐了很久，恐怕是整整1夜。我心里闪过一丝诧异，这里是江城顶级的富人别墅区，安保严格得很，不是谁都能进来的。他是怎么知道我家地址的？又是怎么进得来的？不过这个念头只在脑海里闪了一瞬，我就立刻释然了。也是，我妈周明兰是江城商界的领头人，想查一下周家别墅的地址，对赵柔来说实在不是什么难事。至于进来，恐怕是在这里守了好几天，软磨硬泡，甚至是用了些苦肉计，才让保安一时心软放他进来的。果然，我刚想到这里，门口岗亭里的保安就快步跑了过来，脸上满是愧疚和为难，对着我连连鞠躬，少爷，对不起，是我们失职了。这位女士在这里守了3天了，昨天晚上就坐在门口不走，说一定要等您出来，我们怎么劝都劝不走，实在是没办法。我摆了摆手，没责怪保安。赵柔那个人最擅长的就是装可怜博同情，保安拦不住他也正常。就在我和保安说话的功夫，原本蜷缩在台阶上的赵柔像是突然被惊醒一样，猛地抬起头，在看到我的那一刻，她原本暗淡无光的眼睛里瞬间迸发出一种近乎疯狂的光亮。她手忙脚乱地从台阶上爬起来，大概是坐了太久，腿麻了，刚站起来就踉跄了一下，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可她像是感觉不到疼一样，又立刻手脚并用地爬起来，慌里慌张地朝着我跑了过来。清晨的阳光落在她脸上，
我这才看清他的样子。不过短短几天不见，他像是彻底变了个人，以前精致的妆容没了，脸上素面朝天，黑眼圈重得像熊猫眼，眼窝深陷，嘴唇干裂起皮，脸颊也瘦得凹了下去，整个人憔悴的脱了相，眼里满是红血丝，一看就是很多天没睡过好觉了。他跑到我面前，停下脚步，大口大口的喘着气，看着我的眼神里满是卑微和祈求，眼泪毫无预兆的就掉了下来，瞬间红了眼眶。宇川，他的声音沙哑的厉害，像是被砂纸磨过一样，带着浓重的鼻音，抖得不成样子。我被开除了，公司把我开除了，你还要我吗？听到这句话，我差点笑出了声。都到这个时候了，他想的还是自己被开除了，没了依靠，所以才来找我。不是因为意识到自己错了，不是因为后悔当初对我的所作所为，只是因为他没了退路，没了可以利用的人，才想起了我邵宇川。3年的感情，在他眼里，从来都只是一场权衡利弊的交易。以前他觉得我是个没背景的项目部经理，只能给他当垫脚石，所以可以随意践踏我的真心，随意羞辱我，维护一个外人。现在他知道了我是周氏集团的大少爷，知道了我能给他带来数不尽的好处，就又回过头来摇尾乞怜，想让我收留他。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我脸上的笑意瞬间散去，只剩下一片冰冷。我没接他的话，甚至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懒得给他，拎着行李箱，侧身绕开他，就朝着停在路边的车走去。我没打算理他。对于一个伤透了你的心，从头到尾都在利用你的人，最好的报复不是歇斯底里的争吵，不是针锋相对的报复，而是彻底的无视。他在我眼里已经和路边的陌生人没什么两样。可我刚走出去2步，手腕就被猛地拽住了。赵柔急红了眼，一把扑过来，死死地拽住了我手里的行李箱拉杆，整个人的重量都压了上去，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他几乎要嵌进塑料拉杆里。行李箱的轮子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被迫停了下来。宇川，你别走，你别走好不好？他哭得撕心裂肺，眼泪鼻涕呼了一脸，哪里还有半分当初职场女强人的样子？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改，我什么都听你的。他跪在了地上，就像当初在合作宴的包厢里跪在我面前求我一样，卑微到了尘埃里。我知道我以前混蛋，我不是人，我不该帮着秦轩欺负你，不该不分青红皂白就骂你，不该在酒桌上对你动手。他语无伦次地说着，一边哭一边抽自己嘴巴。是我鬼迷心窍了，是我被猪油蒙了心，你打我骂我都好，怎么罚我都行，就是别不要我好不好？我看着他这副歇斯底里的样子，心里没有半分心疼，只有无尽的恶心和荒谬。他见我没说话，以为我心软了，眼里又燃起了一丝希望，连忙继续说，都怪秦轩，都是那个秦轩骗我的，是他一直在我耳边挑拨离间，是他一直在说你的坏话，我才会误会你的。宇川，我也是受害者啊。还有，你要是早点告诉我你是周氏大少爷，是周总的儿子，我也就不会做出这种错事了。他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我，嘴里说出的话更是让我心底的怒火瞬间窜到了头顶。我要是早知道你的身份，我怎么可能会对你那样？宇川，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就一次，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我们结婚，我们好好过日子，好不好？果然，他到现在都没觉得自己错了，他觉得自己所有的错都只是因为我没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他觉得只要我是周家大少爷，他之前那些羞辱我、背叛我、践踏我真心的行为，就都可以一笔勾销了。我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像淬了冰一样，死死地盯着他。这一巴掌，我早就想打了。从合作宴上，他不分青红皂白，当着所有人的面狠狠扇了我一巴掌的时候，从他维护着秦轩，骂我丢人现眼，让我滚出包厢的时候，从他拿着盘子砸向我，害我妈被汤汁弄脏了衣服，还倒打一耙说我故意的，甚至当众宣布开除我的时候，我就想打回去了。我抬起手，没有丝毫犹豫，一巴掌朝着他的脸狠狠扇了过去。啪的一声脆响，在寂静的清晨里格外刺耳。赵柔的脸被我打得猛地偏向一边，嘴角瞬间渗出血丝，可他愣是没躲，甚至连眼睛都没闭，硬生生挨了这一巴掌，又立刻把头转回来，看着我，眼里不仅没有怨恨，反而带着一丝病态的期待。他大概觉得我肯打他，就是还在乎他，就是心里还有他，真是可笑。我看着他这副样子，心里的火气更盛，没有停手，反手又是一巴掌，扇在了他另一边脸上。清脆的巴掌声一声接一声，我左右开弓，丝毫不手软，连着甩了他10几下，才终于停了手。他的两边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肿起来，高高的鼓起，嘴角的血丝顺着下巴往下滴，头发凌乱的贴在汗湿的脸上，狼狈到了极点。可他依旧站在原地，没躲没闪，甚至连哭都停了，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我，仿佛我打的不是他，而是在给他什么恩赐一样。我的手微微发麻，呼吸也有些急促，可心里却没有半分报复的快感，只有一片麻木的冰冷。为了这样一个女人，我浪费了3年的真心，3年的时间，真是不值。他见我停了手，立刻往前凑了一步，声音抖得更厉害了，带着哭腔，小心翼翼地问：宇川，你气消了吗？要是还没消，你就继续打，打到你消息为止，只要你别不要我。看着他眼里那点近乎偏执的希望，我只觉得无比厌烦。我往后退了一步，拉开和他的距离，用纸巾擦了擦手，仿佛碰了什么脏东西一样，然后冷冷地开口，一字一顿，清晰地传到他耳朵里：赵柔，我已经够手下留情了，这10几巴掌是还你当初在酒桌上扇我的那一巴掌，是清了我们之间3年的情分。从今天起，你我之间两清了。我警告你，以后再敢来周家别墅门口纠缠我，再敢出现在我面前，以后你休想在江城，甚至是整个省内找到任何一份正经工作。我的声音很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慑力。周氏在江城深耕这么多年，影响力几乎算得上只手遮天，想让一个人在行业内混不下去，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我看着他瞬间煞白的脸，又补了一句，彻底掐灭了他最后一点念想。别忘了，你老家的爸妈
还在农村等着你养老呢。你要是真的在江城混不下去了，他们以后的日子恐怕也不好过。我从来不是什么心慈手软的人，以前对他宽容是因为我爱他，愿意给他兜底。现在不爱了，他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敢伤害我的人，我自然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后果。果然，这句话一出口，赵柔的脸色瞬间巨变，像是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一样，身体猛地晃了晃，差点摔倒在地。他脸上的最后一丝血色也褪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片惨白，嘴唇哆嗦着，看着我，眼里的光一点点熄灭，彻底碎了。他终于明白，我是真的不要他了。我不是在跟他闹脾气，不是在跟他置气，是真的，彻底的要和他划清界限，老死不相往来。他颤着声音，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带着最后的一丝祈求：宇川，我们真的没可能了吗？我没开口，甚至连一句多余的回应都懒得给他。我只是冷冷地看着他，眼神里没有半分温度，像在看一个陌生人。沉默就是最狠的答案。我弯腰，一把夺回被他死死拽住的行李箱拉杆，转身就走。司机早就快步跑了过来，接过我手里的行李箱，打开了后座的车门。我弯腰坐进车里，车门被轻轻关上，啪嗒一声，彻底隔绝了车外他撕心裂肺的哭喊和哀求。开车，我淡淡吩咐了一句，司机应了一声，车子平稳的启动，缓缓驶离。我靠在椅背上，没有回头，只是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赵柔瘫坐在别墅门口的地上，披头散发，嚎啕大哭。可他不知道，他今天所承受的一切，都是他当初亲手种下的果。车子越开越远，他的身影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视线里。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心里前所未有的轻松。这一次是真的彻底放下了。车子一路开到机场，我顺利登机。几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三亚凤凰机场，温暖的海风扑面而来，带着咸湿的气息和椰香，瞬间驱散了江城所有的阴霾。我在三亚待了半个月，每天早上在海边的日出中醒来，上午坐着游艇出海钓鱼，下午在酒店的私人泳池边晒太阳看书，晚上就去当地口碑最好的海鲜酒楼，点上一份招牌烤猪蹄，配上一杯冰镇椰子汁，日子过得悠闲又自在。没有工作的烦扰，没有糟心的人和事，只有阳光、大海、美食和彻底的自由。这天傍晚，我正坐在海边的露天餐厅里，面前摆着一盘刚烤好的猪蹄，外皮焦脆，内里软糯，香气扑鼻。我刚拿起一只，咬了一大口，满嘴留香，手机突然震了一下，是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署名是少爷。短信里，他先是卑微的跟我道了歉，说自己当初鬼迷心窍，不该冒充周家大少爷，不该帮着秦轩算计我，求我原谅他。然后又话锋一转，说为了赔罪，他特意去打听了秦轩的下落，把秦轩的下场一五一十的告诉我。原来秦轩和赵柔一起进了警察局之后，两个人勾搭在一起的事情彻底败露了。更重要的是，秦轩同时跟好几个有钱有势的富婆勾搭在一起的事，也被那些人知道了。那些富婆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哪里受得了这种欺骗和羞辱，觉得脸上无光，当场就联起手来，找人把秦轩狠狠收拾了一顿，然后动用关系把他彻底赶出了江城。少爷说，秦轩走的时候身无分文，连车票都是借钱买的，狼狈的像条丧家之犬，现在不知所踪，恐怕这辈子都不敢再回江城了。我看着短信，手指在屏幕上轻轻点了点，没回复，直接把号码拉黑了。我放下手机，低头看着手里的猪蹄，又狠狠咬了一大口，胶原蛋白在嘴里化开，咸香入味，肥而不腻，真香。